我母親有90多歲了，得阿茲海默症有7、8年時間，因為一次手術，認知竟然好起來了，現在和正常人沒什麼區別。我母親腦子清楚以後嘛，每次我就看她，她就說我這個現象你要好好研究研究啊，怎麼我腦子一下就能夠清楚了？待會下午評估要另外找個地方，對吧？總體來說，結果還是非常令人振奮的。第一個、第二個治療以後，但是一下子人都認識了，記憶都回來了。但是2個重的呢，到第3天、第4天就慢慢就症狀就退步，20-30%的效果還是有的。他是我爱人，得阿尔茨海默有10年了，因為一點小事，他就要跟我吵呀，恨不得要打我一頓，大米裡面尿尿，還有冰箱旁邊也尿尿。我女兒一直說都要給他送敬老院，我說我捨不得他，我哭過好幾次了，心疼他又恨他，真的恨他。你這個病不可能好的，他們這麼說的。我本身是做這個功能神經外科的手術啊，來治療一些這個神經精神疾病。對於這個阿茲海默症呢，我的認知是它會持續發展。我母親當時生病的時候，整天就是睡覺，家裡面很多人她叫不上來名字，她就非常的淡漠，對人的這個精神上的摧殘太那個了。你可以想象，這個人一輩子他對你好，等到你想对他好的時候，他沒有任何感知，就像一個陌生人。这當時我還是挺有壓力的，你這個成天忙也沒時間去看他。全世界有1年到頭有那麼多的研究，不斷的有一些新藥出來，但是都沒有用。2024年，我母親的舌頭不斷的動，是肌張力障礙，為此做了聚焦超聲來治療。她是1個月以後，阿姨就跟我說，發現奶奶現在一下子就是腦子清楚了。我當時呢是覺得比較詫異啊，沒有想太多。在乎4年了，做完聚焦超聲之後，有一天早晨起來，他就覺得自己說我兒子叫什麼名，媳婦叫什麼名，我腦子有點清醒了。他現在的語言流暢，走路也比以前強，也跟他們唱歌。那你算算数現在怎麼樣呢？這個100減7能算得出來吧？等於93。93再減7呢？86。要比我們很多帕金森病人還要好一些。照這樣好好的發展下去，那恐怕還能進步一點。我只要生活能夠自理，只要稍微幫幫我的忙，我已經知足很了。我沒想到現在還能有這樣的一個奇蹟。這個事情，它真的是很多天讓我很興奮。那我就在想，遲發運動障礙跟這個到底有什麼關係？白天一想多了以後，會議裡面不斷的會出現一些方案出來，都分不清楚是說我腦子裡面繼續在思考出來的，還是真的是托夢啊。我就會非常興奮的說，大家看看是不是有道理。弄了有1年的時間，也做了很多模型，然後就開始我們現在的這個臨床實驗。讓病人戴個頭盔，裡面呢有1024個小的換能器，一瞬間打開，每個換能器都會進去一束超聲，穿過頭皮，穿過顱骨，一直到這個大腦的深部，無創的1000多束同時進去以後呢，理解是一個高頻的一個震盪，不是殺死這個神經細胞，是一個震盪。以前那個鄉下拿那個什麼簸箕弄的那個什麼玉米啊、稻子什麼的抖晃以後，那個稻子就開始重新分層分級了，對這個神經環路是有重大影響。我們發現的這個東西呢，已經完全是一個新的領域了。它其實我們醫學上的東西很多是一個意外。我一直是跟這個學生說，做臨床醫生最重要的是觀察和思考，沒有看到這個東西，那它已經過去了。結束了啊！我們現在第一步是先做個臨床前的一個這個研究，做這個20例。從7個病人來看呢，有2個病人都是改善的非常快，有精神了是吧？有神了是吧？你看，眼睛咕嚕转，有個病人当天下午就改善了，但是很快的
效果又退步了。目前为止，一些比较好的病人啊，他已经是完全能够在家做家务啊、洗衣服啊、收被子啊、打扫卫生。家里面她老公说以前是从来不做的，她以前就比较喜欢唱歌。你有一个呢，就是说她要到外面去转转，去唱卡拉 OK， 她是难以想象的啊。不记得我了？不记得了？不记得了，好像。精神疾病的研究算难度太大了，所以你走別人沒走過的路，不可避免的會聽到人家對你的這個非議。最好的方法是什麼？因為我不斷的進步，不斷的創新，你跑得更快，髒水潑不到你，非議你聽不見，因為你走得很遠了。今天早上我沒給他吃藥，他睡在床上。後來我說你起來呀，他就馬上起來，就拿衣服給他穿，他就穿了。平時都是我們兩個人給他穿的。今天早上做這邊鋪膜都蠻好，他早上他能自己刷牙了，稍微好一些。哎，蘋果給我吃點，是你給我吃一顆。好了。哎，寫自家名字，寫了空白的地方。他好多年沒笑了，3年了沒笑過。我們兩個人親一個，好吧？開心點，笑笑。他笑了，我也笑呀。他不笑，我也沒笑過。他一碰兩碰，他眼裡水下來了，我一直跟着他哭了。現在好，現在不哭了。我們現在不哭了，對吧？我們一笑把病趕走了。